这一次的造型来讲也很突破。好了，拜拜，拜拜我的头发。刚才不紧张，现在还有一点紧张。还好。怎么样？摸一下吧。我有从年轻演到老年的，有胡子没有胡子的，然后有头发白的到没有白的，都有。我是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帮助我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好像之前有做一个，我其实是，我很怕化妆时间很长，我是一个不太爱化妆的人，也是做得很难受，因为我是做不出的。然后，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这个特效化妆，他们非常用心。稍微加一点啊。皇上他又从很年轻演到了70、80岁的这种，等到定妆的时候，包括跟导演沟通之后，他会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要做很大的一个区别。圆一点，把他那个气势弱的，你像我们这样，基本上是乾隆执政的这一段50、60年的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对清时期的一个概念。皇上的衣服，然后分为也是几大类嘛，它的常服、它的行服、它的端照，任何一个品种都有很多。然后如果你总共这么算起来，也有70、80。霍建华来演皇帝，这个演员确实很帅啊，他帅到这时就剩精华了。真的有种想拜你的感觉，特别像。我这就是方案，真的很好看，压力很大。有一套小龙袍，我穿得很舒服，就是经常穿的一件小龙袍。我觉得那件穿起来很有精神，所以我常常觉得演员真的其实说需要靠造型，因为你扮上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表演，你就会相信你是那个人，你就会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心。刚进组见皇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高冷范儿的。后来慢慢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有一次跟华哥嘴瓢了，这样大家都会嘴瓢啊，很正常，很深情。跟如意说，朕给你的治疗冻疮的药膏，然后他就说这是朕给你的痔疮膏。然后咔就笑得不行，就过不去的那个坎。最好的治冻疮的药，来给你擦擦。我不敢说那个治冻疮的药，我不敢说。印象中感觉好像比较高冷，对吧？但是其实上 ，no， 他不是。他其实很可爱，他非常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你看他整天板着一张脸啊，但其实他真不是板着一张脸，他本人真的挺可爱的，而且特别随和，对所有的人，真的。好了，来，好了，怎么有个乱入啊？好可怕！在现场的态度是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你平时大家眼里讲说那个位置特别高的人，不是。就是你们家的戏最强的这个皇上了。我知道你要来，在这么等你。华哥人特别好，就是你给他化妆的时候可以跟他去沟通，他会跟你去交流，我们会去跟他开玩笑，他人特别好。他经常都会，比如说有场工的小伙子，然后抬什么东西就很重那种，然后他就会去搭把手，对，都会这样。以前没合作之前，大家都说老干部吧，我合作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老干部要更可爱一些。去唱呢，去唱呢。母鸡呀！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欢乐、很快乐的大男孩的感觉。我觉得他还真是挺老干部的，人也非常非常好，然后
就是像平常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很考虑大家的一个意见。别闹了。我觉得华哥变成熟了，以前老叫华3岁。极好。这个太逗了。3、2、1。他是我见过在现场真的是特别没有架子。这个不要装了，干嘛装啊？大家很和乐融融的在一起，做一个工作，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而且我发现他特别的体贴工作人员。宣布个事儿啊！今天皇上跟咱们一起过大年，给大家带来了红包，谢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都会，就是很多事情喜欢亲力亲为，就包括他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他的助理就不会在他的身边。自己平常开个车就去现场，也不用助理。他经常都一个人在那转悠。那天在现场说，看着别人的水在咽口水，我说你要不要喝？我说好，一杯水先喝完了。一大早进现场也没什么助理了什么的，自己背个包到那儿换服装，就感觉是这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他就是来上班的那种感觉。今天早餐有早餐，然后鸡蛋自己做。就是我们可能对台词，因为我们有经常有大戏，一堆人的戏，然后对台词可能有谁会比较慢点，谁又慢，我们永远不会等霍建华，就是他永远是很早就到现场在等大家。对华哥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在苏州拍戏，拍一场大夜，拍到凌晨3点了吧，然后导演特地说先把华哥的镜头切了下，说让华哥先休息。华哥没有哦，半夜3点他坐那说。不行，我要帮大家打词儿。60题3436两场，主义一次 A B C D F T。用上了。皇上有胃口吃东西。怎么？皇上双目微红，眼下发青。我觉得他人特别好，就是特别好合作，他永远在给别人搭词，永远给别人占位置。他非常敬业，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背词，然后找那个人物的感觉。皇上每天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说话的，就一直在看剧本。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戏每天都是从头到尾，然后他永远的那个台词就是一直在背，一直在背。就是那鞋子是这样的，他就把那个剧本就是咔一张塞进去，好，但是开始，忘了之后就从那个靴子里面默默看一眼，好，再放进去，那特别可爱。华哥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的词很多，而且他的词又非常的难背。很难背的就是些延禧宫啊、咸福宫啊、慈宁宫啊，然后各种你知道。皇后在的长春宫是锦绣内则，贵妃在的咸福宫是资德合家。然后每一个人的位分，今天是格格，明天是常在，过2天是贵人，最后是皇后，就他不停的在变，而且是有时候是同一个演员哦。不是皇上圣明，哎，对不起，不是朕圣明，贤妃在看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就说，皇上太不容易了，我说我真想听你背几句台词。8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楚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一开始觉得说起来没那么自然，不像自己说出来的话比较像是在念台词。即便是废后，若无可以继位之皇，便是废后。因为他跟我很明确的讲过，他都觉得是否自己适合当一个演员。他说他每次到现场都会有压力，都会紧张。我今天能不能有最好的状态来演这个角色？这个我也急，因为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才会大声。小娟哪一句？原本那句是什么？前面是创词。可能压力都大吧。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有些没有那么容易放得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大找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都在找嘛。
经常收工了以后，我们也会约着去放松一下。皇上，您先去哪儿？虽然去延禧宫，你怎么家老公呢？但是聊天的话题其实还是离不开《如懿传》，还是在聊这个。他是很正直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说他以后就是肯定是一个倔脾气的老头，你知道吗？对，但是他人非常善良，啊，然后也很有进取心。我觉得周迅在某些层面上给了他很多表演的自信，跟着他一路拍戏，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可以给予你很多东西，去 push 你成长、进步，进入角色。差不多第2个月，慢慢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慢慢喜欢上了这个人物，找到了他的语言的感觉，之后就变得很顺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入角色的一个感觉。身为公主，许家为社稷安宁，咱们满蒙也有在家的习俗。当年董二世也是在家失足，才得了皇贵妃之位啊。我觉得他就是进入他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很像乾隆，就是跟他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戏很长，我每天都在扮演这个人物，所以他就会变成跟你合而为一。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因为他前后的那种反差特别大。你看都有，他是深情的，是吧？他那种情窦初开。皇上有什么想呈现的？呈现谢恩，一笔一画的，不是赏赐，是真心。他那种，情感的单纯，然后可是又是个帝王，他要执政，他要不停地用各种的手段来巩固他的皇权。当你真的身处在这个人物的里面，然后去宣泄你的情绪，还敢谋害朕的皇嗣，祸乱朕的后宫，永远别想有臣继承朕的江山，听明白没有？可能里面有人物的情绪，也有我自己的情绪，其实到最后其实分不太清楚，到底是角色还是我。皇上有一场演完了，他就趴在导演肩膀上哭，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去见如懿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还抱他搂着他哭了1、2分钟，就这样。我想怎么安慰他？从他的情绪上来讲，他已经到了那儿了。他演到最后，乾隆的整个心理路程他已经知道了，包括情感的走向，所以他觉得那个时候确实他特别对不起如懿。事件一次次的发生，他对人物一次一次的理解和了解嘛。对，所以是渐入佳境，然后到最后我们俩说分手那场戏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完全不分了。那天拍完之后，我回去以后冷静下来，我回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出的结论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对如懿的情感，是我对她的一个心疼，可能不是角色的，是我自己的。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就是自发的有那个东西了啊，就那个会是一个很新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很兴奋的体验。比如说你思想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脸部肌肉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情感的记忆点也好，这会是一个新的记忆点。我觉得，就他自发已经有那个点的那个舒适感，他有了。我觉得。他真正注重的心理刻画，尤其到后期，对我每一场戏都让我那个眼神，我都觉得都对、都准，都是我想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你要知道，演员认真去揣摩过，再呈现出来那种层次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他挖掘出了人物身上另一面。所以在拍的过程中，你要用很多的情绪，然后有时候拍完一场戏，感觉好像虚脱了一样。虽然是很艰苦，因为你要不断的拿出本事来，掏出来。但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挺过瘾的，其实挺过瘾的。这部戏，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喜欢这个职业。拍完这部戏，你就好像经历了一个非常是别人经历不了的人生，所以你脑海中有很多画面。这种人生的经验不是每个人可以有的。我很庆幸我有，我体会到一个
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他的悲伤，他的快乐，他的不得已，他的悲痛，他的无奈，他的孤独。什么时候用？黄丹姐，麻烦您站起一下。我施礼，你在这受礼啊，手一摆在，然后你还一个鼓受礼。然后黄丹姐好。变尊者了。对，是您是尊者。张老师好。哎，您大了，还有是尊者啊，对。我们跟别的系不同是，不仅仅我在讲礼仪，还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和朋友来帮助我们主演，让他们慢慢走入自己的角色。我在上的是一个清代的一个宫廷史，在史料之中是非常难看到后宫这些女人她们的生活的。嫔妃侍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送过去之后呢，到第一间房把这个衣服脱掉，这个裸体行进。第二间房的时候呢，你再穿上换一个衣服。到第三间房呢，就是皇帝的寝室。听宫里的规矩，然后听一些故事。演员们他们要接触的清代宫廷的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那嫔妃他们呢，生活是基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大家都是进入在那个氛围里面，不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很有趣，我们好像真的在宫廷生活一样。对于每个皇妃来讲，只要她生过儿子，她都有希望成为太后。那她最大的寄望就是她的孩子。就是从各个方面，历史啊、艺术啊、军事啊，就是各种方面去了解如懿在的那个时代。大家如果能有一个对这个清朝历史的基础了解，或者说是对这个宫廷史有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的话，我想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对自己人物的认识，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尽量立足于历史中的帝王的这种形象，然后再把它通过戏剧的方向呈现出来，会比我们简单的从剧本写出来的那个人物会更有血有肉一些。在乾隆皇帝摄郎图中，更多的是展现一位年轻的皇帝，这种姿态的呈现，企图叙述的是乾隆曾经做过这件事儿，而且他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皇帝也是人，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所以都会抓住这些人性的点，去把它放大、延伸，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乾隆。富察氏家族，还有乌拉那拉氏家族，这样4个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影响到后续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尊重历史，但是也不会拘泥。我们还是艺术创作，你是在看一个艺术作品，我们尽量不会去误导你，但是你也不要去完全跟历史去挂钩。就是我们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去看待古代，对过去的那些事情，我们有新的态度，构建一个新的视角，在原有历史细节过程当中做一些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造型。因为我们并不是界定于在乾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表达清整个文化的一个形成，包括我们的场景。实际上要把这一段的故事放在整个历史这个里边去看，横着看完了要竖着看，放在那个时代全球的环境里边再去看。希望在原来的历史证据的那种感觉之上，再加一些新的浪漫的元素。《如懿传》它还是属于通俗文学这一个领域。当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觉得如何找到它的独特性。跟韩中老师从草图开始，一直不断的在他和导演之间做一些艺术方面的沟通。一定要是在乾隆盛世，那个时候的国力是最强大的吧，这种辉煌感啊，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强调出来。上边这样光从这边打过来的光束，他这样，然后他往前走的时候，他脸会有一米暗，就是一个房间一个院，白的那个地方回廊，还是回廊，那边是他的正殿嘛，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陈设的方式，清朝的皇帝在这边可以，明朝皇帝也可以在这边。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辉煌，这属于《如懿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一个戏。本着一个原则，每一个小景或者散景，都要按照主场景去对待。一共搭了有6、7个景吧。常规的周期呢，在棚里面就是最少是2个月嘛。其实我们改景的这个量其实也很大，其实也没有分哪个是特别重要，其实都重要，索性就都好好把它弄出来。实际上讲嘛，就是讲前3殿后3宫，在横殿就是它原来就有养心殿的主殿，然后我们在棚里边又搭的它的东转阁，然后它的回廊、它的后殿、它的御花园，
所以面积到用时到费用是最高的。很华丽，但是这个华丽不俗。关键是它那个颜色和我们的造型很统一，细节做得好，做得细，而且呢还有很多真材实料、有质感的道具。因为肌理这些东西是很难做出来的。就我拍一个香炉，哎呦，你在拍上去的时候，在给特写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就它那个质感特别好。所以一开始呈现那个场景我特别满意，它好多都是真的。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还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戏里边找到一个总体的感受。你会觉得有历史依据，但是同时又有不俗的现代品味。这个美术的感觉是走在很前面。我觉得清宫戏也就这样了吧。韩中这次的美术做的分寸把握得很好，就是写意和写实之间、唯美和真实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张世平跟韩中也是一样的方式。这次主要是因为周迅他说他很希望跟张老师能够有一次清宫戏的造型合作。18有周迅，15号开机。因为我们13号想拍海报，他的妆有没有可能在那天确定？他没用，没带过，没做过。你写一想，不然你做的限量做不完。在这之前呢，张淑平老师没有做过清朝的服装造型，周迅也没有演过清宫戏，这一点是真的啊。所以呢，这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一拍即合，开始合作。我跟张淑平一聊，哟，我就觉得他的想法特别，就是我们能不能往回找，我们真去挖掘，把所有的以前清宫用过的东西，我们都看一看。这次用了很多古董，所以其实你在想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复古复到那儿去，挺棒的呀。是吧？导演看的还瘦一点，那个脸。陈东勋老师呢，我觉得他其实在这次的造型过程当中非常的用心。他跟我说，他希望是把这次的造型当成对清朝服装的一种自己的理解。我不希望他大家只是看到了乾隆清300年的这种服饰文化，我希望把它浓缩在这个60年里面。他会把清朝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美学风格用在我们剧中不同人物的造型上。清宫的服饰各种特点、特征的东西啊，要做一个更大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可能要把更多的细节要做出来。里面这种清时期的滚绳的嵌牙子，它这里面都是牵扯到很多工艺上的东西，这里面都是有绳子的，要不然它的立体感不够。肉眼你几乎是看不出它有瑕疵的地方。你包括我们牛舍领，尤其是前门襟的这一块，做多大、多宽、多窄，然后它的滚边到底是有1分还是2分还是0.5？这次呢，在面料上面用很多纱质的面料，包括用背心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创新的探索。陈老师对于各个细节要求都特别的严格。比如像这种所有的绣品的颜色，到最后我们完了之后，我们最后还要重新再染。有一些颜色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还要再手工再去重新去染一下。特别艺术，它特别有想象力，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们拍出来那个衣服加上那个头饰是非常有质感的，一看就是制作非常精良，而且是花了心思去打磨的，拍出来都非常的震撼，特别精细，特别好看。它在那个光下面会有不同的颜色，我会觉得。我整个走到现场的时候，那一刻把那些衣服往我身上一挂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立马就是在清宫里的，然后立马就是太后了。我能够感到那个太后，我能够摸到她。哎，我每一件都爱，我想把它那个都带走。观众将来肯定会一饱眼福的，因为造型、服装都特别美。真的是很美，我会觉得整个的人真的是从这个景里面走出来的人。好。
曰礼部钦天监奏称，自《如懿传》创起以来，承天卷四海共读，唯闻于今日封祀开济时，导演颁奖接旨。终于开机了，看了大概几千份的演员的资料，我们注射的道具很多都是真正的古董，在艺术上，在观赏性上，以及在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上，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争取拍一部名副其实的良心剧。谢谢大家。主创之间对这个项目在不断的进行当中，给团队信心，鼓励大家要把这件事情做好。55进35场8进1次 ，D E F E D。可能《如懿传》就是《如懿传》，更恬淡，耐人寻味，更适合你去品。给你这么好的创作空间，肯定就是要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超越。脚往右一点，往右，好，脚头，快！我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从看《如懿传》这个角度去看，是你看到宫斗有多残酷，而不是去学习。很人性，在情感方面其实挺真实的。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看，它有一帮特别优秀的演员。一人一次心，里面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一次心，希望大家能好好体会，去感受。我们每一场戏都那么用心，然后眼泪都是发自内心流下来的，就希望大家能看得进去，然后也喜欢《如懿传》，多多支持我们《如懿传》，然后希望我们的戏火。每一个部门真的是卯足了全力在做，就是精致。我觉得它特别像电影，它很考究。这么精良、这么大阵容的这样的戏，我觉得不太多，肯定是一部清宫戏里的经典。我对它特别期待，这是一部很上乘的精良之作。这是一个认真的作品，各个方面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们的场景的设计，包括拍摄，你能看到什么？我觉得这个点能体会到，这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好好的欣赏这部剧，因为毕竟我们花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会给观众一些惊喜的。艺术的拍摄其实是一种不断的情绪的情感的凝结。纵观啊，就是古今中外，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他执政了60多年，然后他掌握着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我觉得他是一个文治武功十全的老人。乾隆爷是一个琴棋书画的才子天子。这一药烧得好，釉色均匀，色泽剔透。其实这个霍建华身上有这个乾隆的这种感觉，有一种儒气。他会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影视的一些作品，一些帝王会有些不一样。他是一个清高的、自怜自爱的人，所以他很像临水照花的水仙。他很人性化，他有缺陷，他有优点，他有做不好的时候，他有荒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乾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帝王的一个形象。如果说观众能够有那样的高度去认识乾隆的这种复杂性的话，那最好。我觉得乾隆是一个多疑又多虑的一个人。而皇后那些话，处处针对前妃，朕不能不猜疑。可能作为一个帝王，他就避免不了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害怕别人操控他。朕身边可信的人太少了，看来朕的后宫啊，得好好料理料理。所以他才对我怀疑了这么一辈子。他有一定的恐惧，说你会不会是太后让你来做些什么？臣妾得以陪伴在皇上身侧，臣妾真心感激太后，但这绝不代表臣妾定会受太后所指。淑妃啊，是不是你和朕的缘分已尽？他的多疑是真的，他对谁都多疑。
包括他跟如意青梅竹马那么多年，他都会怀疑他。那你遇到就是都是因为皇上耳根软呀，听其他嫔妃包括我说一些事情。我觉得疑心对于皇上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伤害。一方面他渴望人理解他，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太多他心底的事。在前朝他要制衡，包括回到后宫也是要兼顾嫔妃们后妃们的家族利益，他其实活得蛮累的。从多疑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是他本身政治人物的一种心境使然吧。因为他如果没有如此的细心，没有这种观察力的话，想要平衡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恐怕也比较困难。历史上他是个自负的人，但我可能觉得自负的人，他其实心里内心潜意识一定是有一点恐惧的。他最恐惧的应该就是乱，因为他怕后宫乱。按咱们讲，他这个大家一旦乱了，就会影响到前朝。那么前朝一乱，那国家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最怕的应该就是乱，充满了压力，和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很少，关爱很少，那么他就注定了要为一个国家承担责任。我身处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我能够体会他的难处，他的难做的一些地方，他要制衡前朝后宫，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剧里面，他所有做的决定，我都替他觉得很困难。儿臣为难，为何为难？儿臣做大不敬，不做为皇命。所以身在皇家，并不是一切都随心所欲。儿臣明白。生儿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他是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跟他有相同的地位，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表达爱，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皇上还未全然相信臣妾是清白的。清者自清，若是真查清了，朕定当还你的清白。臣妾心头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活在枷锁里面的人。历史上他是个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一样的那种感觉。皇上训斥，奴婢心悦诚服。我觉得说渣的话，是因为现在社会女性对戏剧里面这个乾隆的看法，觉得说你今天爱上这个，爱得死去活来，明天又爱上这个。我觉得，因为他毕竟地位跟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他毕竟是皇上，一个国家的王，而且那个年代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在戏里的角色来讲的话，他不是很成功的丈夫。他是最爱如意，但是他不是说别人他也不爱，就是博爱。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这段感情、那段感情、这段感情。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的任务，必须去完成，由不得你。其实皇上没有那么轻松的当。书贵太多搞不清了，贵人多忘事，难怪进入海南。这是许太医、赵太医进来以后，两人一会母体不如玫瑰人强健。其实两个都是很棒的演员，对不对？周迅、董洁，两个人的表演状态是完全让我很相信，这是前皇后，这是继后，他们两个表演状态都是在那个剧本设定的人物基准里面。董洁她的形象来讲，还有她的戏，让我很相信她就是孝贤皇后。皇上有事儿，你们一会儿再去养心殿谢恩吧。他会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觉得说我是皇后。就是我看文字，再跟他人对上，就是能对上。然后跟我在一起，只要一演戏的时候，就是那种相敬如宾的感觉，就马上就出来了。多谢皇上。那么我跟孝贤皇后的话，可能更相敬如宾一些，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尊敬她，很爱她。你是朕的皇后，朕自然得敬爱你。有皇上这句话，臣妾感激不尽。朗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也非常的传统。我觉得她对皇帝的爱那是毋庸置疑的。永连年幼有好多话，臣妾想亲自跟他说。
真实的人物，乾隆皇帝非常爱他的皇后，而且由于这个乾隆13年的时候，朗华就他这个皇后去世，给了这个乾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乾隆这一部分其实最主要的话，或许乾隆是拿朗华和如懿比较。如懿是一开始跟乾隆就有爱情，她是得到乾隆的爱，其实朗华没有。乾隆和孝贤皇后是夫妻之间的奸情，谢皇上赐予永然后跟如懿之间呢会有恋爱的感觉。如懿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一路经历那么多事情，那么我跟她的状态可能跟董洁相处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更生活一些。跟如懿一路走来，有欢笑，有泪水，有互相误解，有意见分歧，然后有甜蜜，其实挺享受在这个里面我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我们感情很好，那种状态是我很喜欢的两个也不是很年轻的时候，是大概到了接近中年，互相理解，然后我也看着她一路路走到皇后之位，那个阶段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乾隆有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他的爱的程度不一样，但始终都是父亲，都是父爱。因为我是皇阿玛的第一个皇子，所以他比较额外的喜欢我和疼爱我。想吃什么？樱花土豆。好，正常人给你做啊。乖，正看着儿子快快长大，可以为这分忧。我觉得我跟皇上其实更多的是君臣，君臣的东西大于太多父子。这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百姓得到温饱，民心就能安定，家国才能安稳。皇阿玛召回，儿臣劳驾。老得在皇阿玛面前显示自己。此次征调粮食之事，朕听说你们俩很用心啊。回皇阿玛，当日湖北、江西急调米粮已经到了江南，只是灾民越来越多，儿子就近拨米，就是为了防止饥民生事。皇阿玛要夸我呢，我还得装作很谦虚，其实很开心，还要装作其实没有，不才，这种感觉的。他对每一个阿哥也好，公主也好，他都是寄予厚望的。你是朕的第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好好争气，才能给弟弟们做表率，知道吗？这个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皇阿玛握着我的手写字。当时我给我妈妈看我这个手，我高兴了一天。这种感觉是蛮好的，就是说演一个父亲，然后去跟这些年轻的演员相处。李煜，给他买一点粉椒鸡。是皇上。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又定了你的婚事，双喜临门。如今额娘看着你，才觉着你真是长成了。乾隆对太后是非常之孝顺，每日的像这个晨昏定省就是都按规定去的。儿子请额娘安。你小义来说，只是一个养母和养子的关系，太后跟皇帝的关系，但是从大义上来说，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和势力的那种对抗。母子吧，但是又不是亲生的嘛。你说不亲吧，从他们的台词里从他们的戏里、眼神里，也能看到有亲的东西。可是你说真亲吧，但是又真的有一丝丝的防备。正是因为太后也懂得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乾隆也明白，那我要孝顺你，我要表现出对你的这种极度的关心、极度的爱，你也不要去管我这些外朝的事情，那我们就各自保持各自的这个领域，那才能够这个母子和谐。皇额娘，你倒是天天教，这个教法，哀家是许久没有知道。在现场的第一次，我就跟他说，这个皇帝只能你来演，因为他演
他眼睛一眨一眨，我就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会原谅他。这是心里，就是儿子的额娘。因为太后是从第1集一直到咱们整个剧的最后1集，那到最后我还是在她的身边，所以这2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很有看头的。它是个斜坡上去嘛啊，汉白玉的那个，不停的磕，不停的磕，稍微往前了一点儿，不小心真的磕到了那个龙尾巴，就肿了一大块。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像苏丽云那样磕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都血肉模糊了。预备，开始。那天是拍重场戏，到后期了，被折磨得像70多岁的老太太一样，四肢无力、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我要打那个王禅，我从床上滚下来去打他，但是一个翻身下来，我就听那种嘎嘣一声，直接胳膊戳在那个脚踏上，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已经没有知觉了，疼到我就整个人是懵了、木了，不敢停，因为导演没有喊咔，使不上劲儿就搭在上面，来回滚，来回滚。当时不是说演戏，我真疼得哭死去。导演说咔的时候，我说快来救救，谁来救救我？整个就动不了了，然后眼泪不停流。整个这个一块肿的巨大，你只能这样端着，不能使劲儿。到现在哈，我每天就是伸懒腰的时候，这块伸不直。那时候就有一场戏，好多人，现场那个因为房间小，然后架灯架什么，我有个过话，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把那个茶碗跪碎了。可能因为当时又很紧张又很慌，一点没觉得疼。我的腿有点不太好使，一撩裙子，然后迅姐还说。你这怎么了？我说啊，可能那个道具做的血。我说你怎么可能？这场戏没有人受伤。别跟我妈说。这个得烧。这现在这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疤。能，可以，没问题。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脸皮非常薄、很害羞的一个女孩。她是用画画来寄托对皇上的一种爱恋。她甚至有的时候，其实看着皇上的画像，其实内心是，皇上在对我笑。拍摄之前，我请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工笔画老师，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我觉得我要是连这个线条都画不好，太欺骗观众了。有的时候我可能是坐在这个桌子上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站着画，那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看看窗外啊，去书房那边就在书房里来回溜达，在一些小细节的把握上，希望能够有变化，情感上有递进。我要让观众感同身受我对皇上的这种很单一的这种爱恋，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了。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出场的戏，大场面，而且 A、B 合组，就人非常的多，要给皇上献舞，压力特别大。提前学的舞蹈嘛，前一天就一直在练，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忘记动作，尤其是一紧张的时候会出错嘛。不是说光要跳得好，你还是得在跳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些你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你每一个亮相的时候，你看着皇上的眼神一直转，然后导演就用一个镜头帮助你加速转。我觉得那个镜头拍得非常的棒，现场的氛围啊，包括导演对你的指导，一下子就让海相见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不像我就定位，来就看，训斥他吧，正打猎什么。那一次拍那一场戏是我第一天上班，然后马失控了。开始。上马
马冲到了树林里边，然后那个树枝在我的耳朵这边划了一道口子，就在脸耳朵这边。去医院是缝了7针。其实骑马是很危险的，也希望尽量就是保证一个自己好的状态去骑马。但是我又很担心受伤，因为受了伤之后，我们后面这么多戏，我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因为马是很不可控的，即便你再会骑马，都不见得能够完全驾驭马。牵住，小心，小心！因为马是需要时间去相处，它不是说你一来就可以骑它。再会骑马的人都会有这种闪失。准备，来了，开始。先拍很多动作戏，所以我自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经验，我都会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表现自己的戏。A 级、C 级，预备，开始。皇上神虎。一平，你来试试。好，穿射。不愧是蒙古的女子嘛，其实我是射到了地上。就是这样的。古装戏之前也拍过，骑马射箭算是第一次吧。哎，好。啊，蛋疼。开始，最后一场戏就是射箭，给我开心的呀！在戏里应该是10箭，有7箭应该是中红心的，但我都没有。2进3次。这不皇阿玛嘱咐咱们3兄弟进球随木兰秋血。但我有一箭真的射上了，然后在人家那后面还拍着呢，我就哇，哦，中红心了，好开心，我就没忍住，你知道吗？下停了。让他不喝。它是有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的眼睛是黑的，鹰的眼睛是黄圈带黑眼珠。动物有时候只有靠特技，因为动物确实太难。熊好，最后真是追着人去了，也挺吓人的。追着程导就跑啊！我程导在这儿真玩命的。慈宁宫我有猫，名字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然后它的一双眼睛就是特别厉害。记得霍建华当时还有说呢，哎呀，你看这只猫，它太会演戏了，很懂演戏的这只猫，特别逗。然后还有鹦鹉，给猫那个梳毛啊，喂鹦鹉啊，这是后宫生活的一部分吧。慢点，慢点，看手。就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我最怕的就是蛇，平时想都不敢想。有蛇！仙妃娘娘，仙妃娘娘，快救我！有熊猫怎么了？哎，有。到了现场我一看啊，简直是疯掉了要，就是真的，我就是压抑不住的尖叫，就是。喂！再往前点，黄师往前。不要喊！但是导演就说不要停，不要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那场戏是真的让我挺崩溃的。大年30那天，导演就把这蛇就拿出来，我一看是特别粗，导演能有这么粗。一直说我有玩蛇的戏，但是我本身我是怕蛇的。就是抓着它的事，你抓着它头就没事。对，主要是加这7寸，掐7寸的时候，它就不会有攻击性，不会崴。要不吐舌头呢？导演让我挂在脖子上，然后让他吐舌头，但是导演说让我往后拿。再到我这儿来，你看，知道吧？那个蛇突然就摆头回来，可能就是要攻击我，我就把蛇扔到地上，还好没给它摔倒。看见胆大的还在这摸一摸，一合，不能碰，咬了你！这就是咬你，用生命在演戏。最后一句啊，李纯拍他下水的戏，就这样。你说我下去，我说救命啊，我还要救人。那个水，说实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泳池里边拍，我们只能在景区里的池塘里，那个水都是比较浑浊。
有没有做防护措施？我一会儿要穿水服，但是这衣服穿在那儿还在照样灌水。确实有点冷，就是别看这天气还挺暖和，但是水里面是冰凉的，就是那种生理反应，就是嘴在那儿抖抖，就是你不想抖都不行。那小朋友特别不容易，小朋友一直说我不想下水了，好冷啊！开始进，不能下，不能。还好这水不是太深。但确实挺脏的。刚刚那个脚没有做防护嘛，那个脚上全是黑泥。刚刚我们还有工作人员的脚都被那个下面那个淤泥跟那个碎石头刮伤了。那天跳莲池。水就到我腰这儿，跳下去以后，那个黑泥就往上冒，人全黑了。他先下去的，我觉得这女孩太勇敢了。当时我一下去，我说导演这个不行，导演说你坚持5秒，因为那个是要自尽，我必须要把脸埋下去。把脸一埋下去，我就感觉我突然疯了。完了以后，我下去了，下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脚一下就踩到那个泥里头。那个泥至少得有这么厚，那个水脏到一个极致。我跟三宝起来之后，那池子的水全黑了。河北压呀！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那个时候，哎，真是苦不堪言。就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太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不用大家好是吧？好，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启祥宫的院子很有特点，它是一出门就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可以坐在地上，你弹弹琴啊，喝酒呀。那场戏有一天皇上就来了，台词特别肉麻。我说的台词是皇上怎么来了？皇上说你在这儿什么扇子扇子啊什么的。我说都说轻罗小扇扑流萤，不知道臣妾能不能扑到你这个流萤呢？然后就特别的，皇上也是一个特别能自由发挥的人。然后本来没有那个桥段，皇上自己一下就把我合着抱起来了，感觉自己有点重，把皇上压的老大的喊了一声。那场戏还挺有意思的。这些妃子们都很嫉妒我，怎么老没有皇上侍寝的戏啊？我说皇上就只招幸我呀，跟皇上泡温泉。预备，开始。那个太逗了，就是拍最大尺度的戏了。泡之前我就可紧张了，因为要脱衣服，就穿一个肚兜，我平时连吊带我都不穿的。这部戏它的挑战性很大，但是它很大胆，勇于挑战自己。后面全是空的，唱着昆曲儿，然后走下水。我说皇上要搓澡吗？蒸死我了，那个蒸的脸都红了，好热。我以为会很冷，皇上已经快上不来气儿了，在下面泡的。华哥是很好合作的，我印象很深，是我作为御前宫女之后，然后到他的身边，然后他封我为妃那场戏。就天气又很热，完了手上的行动又很多，要磨墨，然后点心什么的，完了跟皇上又有一些亲密的戏，就是他抱着我坐在他的身上嘛。但导演喊咔的时候，我会很想笑，因为我坐在华哥的身上就坐不稳的，我是一直控着劲儿坐在那儿的，我很怕我太重，我被他压到了。其实皇上没有那么轻松的。传宗接代，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的任务。这在皇宫里，这是皇上最爱吃的老北京鸡肉卷。剧本里面的亲密其实也都是点到为止的。床戏呢，就是拍起来特别的麻烦，皇上龙床在中间，然后爬到皇上身边，然后去侍寝啊什么的。导演的拍摄方法都是点到为止的，其实尺度并没有那么大。我叫赤西仙者，我叫荣子珊，我叫刘泽宇10岁了，11岁，14岁了。5岁。
岁，演的是永成、永琪、这个永章的少年阶段，永荣、还好。开心。妈，我有一个永章，因为小朋友都是分不同阶段的嘛，永章有好几个。戏里面应该是3岁吧，有一场戏是太监程导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的面罩，剪了2个洞黑的，跟他玩类似那种老鹰捉小鸡，还有燕尾。皇上突然就来了之后，那个太监就跪下有句话说：“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该死。不是。哎，我们所有人都笑到不行。怎么演？哎，这帮人。紧跟着我儿子又来了个钟馗功。弟弟，你看，那中间是什么字啊？翠。这次的我觉得小孩都特别好，太小了，有时候才4岁啊、3岁啊这些的。额娘不是说儿子不必事事都要听皇阿玛的吗？不错。长得像小马云的这个啊，他们太好玩了。你就是坏人，你害死了皇额娘！闭嘴！你是我女儿。刚才谁说话了？谁说话你就看谁，别的地方不能看，明白了吗？然后他说完是他说，我就看着他。对。给本宫打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皇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额娘。小马云、小黄子韬，他在旁边老跟那个9公主、什么7公主说话，老是拉人家的手。我说这孩子绝对是直男，妈妈不用担心了。没事。快把狗弄走！我跟你说，额娘是谁啊？额娘就是周瑜。额娘换个衣服你就不认识额娘了。其实非常靠路子。没有，周迅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些孩子都挺可爱的。先皇驾崩，大场面，好几百人，穿的都是校服，白白的一片，很漂亮。很多的皇子、皇孙，还有以及一些小格格，就有一个小男孩哭得很凶，哭得特别好，你知道吗？然后拍完我就说：“阿哥，你在干嘛？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衣服一穿起来，我就有点想哭。另外一个小女孩更可爱，等她把那个白色的衣服穿上，哇，就开始哭得好伤心，你知道吗？那么伤心呢？衣服太丑，衣服太丑，他哭得那么伤心呢？是个不错的小演员，对吧？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不想妈妈。最让我灵魂出窍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巴掌。我变成公公之后，特别落魄的在那走，然后小永吉就在那拐角处等我。因为我自己没有拍过轻功戏，也是想要在轻功的世界里就演一演。从形象到表演，我觉得如懿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第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个电影里面合作，然后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然后才有了《如懿传》。霍建华呢，因为之前我跟他拍过《女医明妃传》，然后宣传的时候我在上海专门去找他，我说建华要不要我们再来拍一部古装戏？霍建华的颜值非常惊艳。其实我有跟他聊过，我说电视剧中的弘历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男性，为什么你会愿意来出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见的角色。他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演一个十全十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愿意他复杂一点，去挑战自己。其实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有时候觉得乾隆好可爱啊，我要是女观众，我也会喜欢他。然后有时候又好憎恶这个嘴脸是吧，那么狭窄。谁做的？谁做的？是臣妾所为。就是这种两极的东西，演员演着很过瘾，可能编剧会也写得很酣畅淋漓。其实就是很难在一个影视剧里面把一个人物写得这么的全面。他真正注重的心理刻画，尤其到后期，哎呦，每一场戏都让我那个眼神，我都觉得都对、都准，都是我想期待的那个样子。给你很多空间去发挥。在《如懿传》选角的这个过程中，特别的严谨，特别的漫长，见导演，然后试妆、试戏之类的。
上回改用4货的白花单做了香包送是我们的，这回再做好的，我们也不要了。你现在稍微有点像小主了，不太像个丫鬟。自己把自己放到这个角色里的一个过程。演戏是什么？就是人物关系。你跟秦丽和跟金玉妍在一块儿，它是不一样的，那是奴才。我们试了多少戏啊？不停的试戏，反复。有的人来过4、5次、5、6次的都有。每天见演员，他也每天见得头晕脑胀。某种意义上讲，导演也算是有时候会纠结，但是没办法，这个戏的压力太大了。我每一个演员，首先形象要跟我想象中的这个人物符合，看他以前的作品，看他的表现能力啊，各方面综合的东西，不完全是颜值方面，当然颜值很重要，但是表演能力也非常重要，兼顾吧这两者。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导演也是很辛苦的。大部分是看实力，但是小部分也是缘分。那个时候我们5个月的时间见了2000多个演员，这个阶段是付出更多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角色大概加起来是324人，我还挺满意的吧。这次对整体来说，是不是新人这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他是不是那个人物吧。汪导是演员出身，他还会演戏，所以他对于演员现场状况的一种情况调整，对于戏的把控和整体表演节奏的把控敏感度更高。非常非常喜欢跟又能演又能导的导演合作，因为我认为演员在表演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导演去指导你。演的没有问题，就如果咱们要合作的话，就希望你身上能有一点特质，怎么能创造一个形象？汪导在演员情绪的把控，包括戏的调度啊、戏的节奏，特别棒，特别准。一个演员如果说能碰到这样的导演，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前期的具体分工嘛，汪导在那边呢，他选演员，我选景。2、3月份以后啊，我就大部分时间就在外地，苏州啊、宁波呀、无锡呀、横店呀，我都来了好几次，包括内蒙。往这边走。好。下午太阳在那儿，就是那个从那下去的，他俩从这上刚好就是夕阳，就是因为那片山，到下午的时候打出那片山是金色的。原来我想大营是建在水边的，特别晚上如果是我们拍那个大的篝火呀，水中的倒影，是吧？想象中是那样子，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呢，没有在那能拍成，这就是遗憾。陆陆续续的差不多有2个多月那样。和导演一块儿看景，看完景统筹规划，怎么安排合理，先拍哪儿，后拍哪儿，方方面面的事情吧。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每个部门都在争分夺秒，不断的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这个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特意的组织了历史讲座，为我们的团队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创作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请了老师来上课。拱手礼呢，